没错，彭城王和杏林王根本就没有反目，刺杀杏林王的也不是真正的朱雀盟，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局，为的就是引你上钩，查出幕后主使。寸金天机，你我不再是兄弟。果然天衣无缝。我若想杀他，有千百种理由，何必让自己身中剧毒，甚至引火伤身？六弟，高祖皇帝从小告诫我们，下棋，心思不能只放在棋上，而要看透下棋之人，否则为人棋子都不自知。想必你也开始怀疑，我堂堂权柄在握的彭城王，为何丝毫不做辩解，乖乖承认杀人？你想说什么？事实就摆在那里，无人可以篡改，何必在意我说与不说什么？我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布局之人到底是谁。此人隐藏极深，筹谋良久。他不仅只想看到我们兄弟自相残杀，更是想扰乱朝局，毁掉大宋。我只有把自己推入他布的死局，方能置死地而后生。信与不信，就在一念之间。对你而言，给一个机会，等一个晚上，又能有什么损失呢？让我证明给你看，过了今夜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。你要我如何？顺水推舟。我已经让离歌布局，反击的第一步，就是要从你身边的人入手。李妃，陆婉中计了。本王承认杀人只不过是顺水推舟之计，为的就是让幕后主使放松警惕，以便我诱其现身。王冕，没想到幕后主使竟是你。好计策。想不到太妃以死离间，都没能扳倒你。哼！还有你，沈离歌，你不愧是朱雀盟第一杀手。不对，以你的心计城府，做杀手真是委屈了。看来你这枚棋子，我一开始就放错了地方。千算万算，居然还是一败涂地。爹，你的确工于筹谋，滴水不漏，但作恶太多，总会留下痕迹。霍云或谢公都并非死于谢浩之手，这就更加确定，背后定有更深的阴谋。只是苦于线索中断，但这一次，你却利用了师父研制的新引草之毒，露出了马脚。而且并非所有人都像你一样，囿于狭隘之心而行泯灭人性之事。不错，我苦心孤诣数十载，若不是陆婉的妇人之心，我不会败。即使没有陆婉，你也逃不掉。爹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一切都是您做的吗？我活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一切，你难道忘了你两个哥哥怎么死的了吗？我们朱雀盟誓，不死不休。离歌，离歌，离歌！四哥，怎么办？先把火灭掉，
再想办法找到门的机关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沈峰，把卢婉带走。开了。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殿下，四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里机关重重，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六弟，我们分头行事，我去找离哥。另外，离哥的师兄还在王冕的手上，务必要找到他。你放心，小心。走，所有人跟我走。是。快来！儿啊，爹爹来了！哎，看，你的2个哥哥，松儿、画儿。儿啊，莫心急。等一下人到齐了，让他们全都葬身火海。爹，您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子金，爹，为什么您会变成现在这样？你让我觉得好陌生。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。子金啊，你不知道你2个哥哥是怎么死的吧？啊！离哥，快跑！山林哥，不要过来！爹，小心我把你那如花似玉的小脸蛋儿烧成丑八怪！王冕，不要一错再错。你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你的2个儿子。你给我闭嘴！沈家之人不配提我儿子，沈廷章和沈直都该死。所以我救了薛秋。竟然是您！是您杀了将军，还有沈直哥哥。爹，你杀了我最爱的人，爹！你杀了我最爱的人，爹！本以为沈廷章父子一死，就可以断了你的念想，不成想，你竟然擅作主张，做了沈家的未亡人。你这么做，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哥哥？怎么对得起我？难道你女儿一生的幸福，都比不上你所谓的仇恨吗？沈离哥，恐怕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。住手！爹，我求你，爹，女儿求你，爹收手吧。你已经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再这样下去，伤害的就是大宋的江山跟百姓。2个哥哥已经死了，您不能一错再错，您不能一错再错了，爹，爹。
苦心孤诣大半生，等的就是今天。沈离哥，我已经无路可退，也不想再退。我这个逆士，进来就别想出去！我要你们所有人都逃不掉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！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怎么这么傻呀？离哥，对不起，是我跟我爹对不起沈家，我爹犯下的罪，由我来偿还。爹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放下仇恨，女儿不想看到你被痛苦跟仇恨所折磨。我喜欢看你笑，喜欢看你喝酒。爹，两个哥哥在天之灵，也一定希望爹能潇洒的度过一生。离哥，对不起，是这哥哥。却非美如江河人眉间，烟花梦缠绕指尖，一生所恋。我好想你，给不起一刻骨牵绊。我要留下一世的相牵，金色线永驻在情边。若思念可留真缘，难守千转，一瞬间风存成永远。我只有你这一个孩子了，这真是报应。沈离哥，你去死吧！子敬啊，爹错了，爹对不起你。子敬姐姐为你而死，你却还执迷不悟。造成今天这样局面的人是你，罪魁祸首是你，该死的人也是你。我师兄呢？我师兄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朱雀盟的余孽已被一网打尽，到头来，你什么都没有得到。王冕，害人终害己。殿下，李妃，你师兄他……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我师兄这是怎么了？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就这样了，被人废了武功，还下了药。带下去。
四哥，听说中军昨日连夜封禁了王府，尚书令也被定了死罪。哎，真是想不到啊！王冕是这样的人，心肠竟然能如此歹毒。参见彭城王。想必诸位都听说了，昨日中军抓捕了尚书令王冕，因为他就是给本王下毒，以及策划孙夫人之死的幕后元凶，同时也是暗杀组织朱雀盟的盟主。这便是处置王冕的圣旨。三宝。王冕出身琅琊，受教孔孟，本应表率群臣，垂范后世。然怀侠思悦，暗中豢养损士，欺君罔上，彭擅朝堂，谋害彭城王，行止肆逆，相率效尤。前世不臧，更宜后者。今明正典刑，斩立决。殿下，王冕深藏祸心，罪孽深重，死不足惜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尚书令一职便有空缺，以彭城王之见，该交给何人？便由靖灵王代管吧。四哥，王冕一事确实因为我夹带私情，犯了许多错误。此时将尚书令的重任交给我，不妥办。事关亲情，人总会冲动，你却能及时调整，挽回大局，这一点就非常人所能及。况且这些年来，你一直帮我辅佐朝政，对于政事，你是最了解的，所以你就是最好的人选。但是四哥，六弟，不必再推辞了，四哥需要你。我们兄弟同心，共同为了大宋的明天。好，为了大宋的明天。精灵王，黎妃是要赶着出府？我打算去三九堂，看看我师兄。黎妃，能不能耽误你点时间？有几句话想和你说。说。今日在知见殿上，四哥将尚书台交由我代管。那是好事啊，恭喜殿下。你和四哥能够不计前嫌，对我和以前一样，这么的信任，这么的关爱，我真的很感激。但是，我欠你们一个道歉。
对于母亲的事情，不管是母亲对四哥的伤害，还是我对你们的态度，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。我真的很愧疚。殿下不必介怀，我们每个人有些时候都会被一些假象所蒙蔽，但这些都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，最终我们都战胜了它，找到了回归本心的路。我相信通过这件事情，你与你四哥之间有了更深的了解和信任，这才是最有意义的，不是吗？我一定加倍珍惜。我们彼此珍惜，一起惜福。好，那我先去看我师兄了。啊，快去吧。四哥，李飞，谢谢你。应该是这个。师兄，我一定把你治好，你放心。这回肯定没错了。又在研制什么新药方啊？这几天啊，我一直在翻这些医书，也请教了很多和师兄来往的良工。这次的舒筋活血药一定没问题。师兄这几日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他好着呢。他每天有我的精心按摩和照顾，不知道有多舒服呢。哦，还有啊，我昨天还发现他的手指动了几下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师姐啊，你就放心吧，不要管他了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治好他的。师兄，我知道，从小到大这些年，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们。你肯定是累了，趁这次机会，你就好好休息一下，让我们照顾你。师姐，那可不行，我才不想让他整天这样坐着呢。师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一个人照看这么大的三九堂有多辛苦呢。辛苦也都算了，连个斗嘴打趣的人都没有，实在是太无聊了。我们空城现在都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，干这么大的事儿，看来真的是长大了。师姐，我才不想长大呢，有师兄在，我还做大人干嘛？还是做小孩子好啊。所以师兄，你快点好起来，让我做回原来的小孩子。师兄。师兄他的手动了，啊，又动了呀！他都动了好几回了，也不知道醒来。你快点醒过来吧，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呢。放心，有我们空城少侠这么细心照顾师兄，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那肯定的呀，是吧，师兄？师兄，快点醒过来嘛！师兄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都仔细了。这是晚上要用的东西。是。哎呦，各位辛苦了，辛苦。周叔来，周叔，都小心着点啊！这是彭城王送的贺礼。好，谢彭城王。郑叔啊，哎，夫人，忙活半天了，你休息一下吧。嗨，不累。看着这俩孩子都要成亲了，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。是啊，高兴，高兴。娘，郑叔。哎。梅启，你怎么了？啊？凤儿，是不是你欺负梅启了？我没有。琪儿，是不是对李树有什么不满呢？说出来，郑叔啊，保准替你办到。怎么还哭了呀？哎，你别哭啊，梅启。对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娘，我猜啊，他就是想家了。傻丫头，你是不是想让盘古的乡亲们都来参加咱们的大婚啊？
别哭了啊！小首领，没钱，我们来了！没钱，我们来了！大伙儿都来了！梅姐，大喜，哎呀，你们怎么来梅姐了？越长越漂亮了。是来看你了，真好看。你们都过得还好吗？好，好，挺好的。小首领，你都长这么高啦！你们都是盘古的乡亲，欢迎欢迎。哇，这位是夫人吧？健壮啊！这位就是姑爷，龙叔，真俊。风儿，风儿，夫人、姑爷，我们带来了盘古的特产，对，给你们尝尝鲜。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把东西拿过来。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你们了。龙叔，你们都是怎么来的呀？是姑爷给我们来了信，要求我们大家伙儿来喝喜酒，然后还备了马车和干粮，这不，我们就立刻赶来了呀。对呀，风儿做得对。那是。你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呀？我要是跟你说了，那还叫惊喜吗？瞧你俩，多幸福啊！没想到你还会来看我。你虽然被王冕利用，但还心存善念。可是如果我能说出真相，可能还来得及。孙夫人就不会。你不恨我吗？婉儿，其实你和我挺像的，我们都属于那种会被亲情所累的人，所以你想替兄长报仇的心，我比任何人都理解。当我看到我母亲死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报仇。我要以牙还牙。只是我比你幸运的是，四哥还有丽妃，他们没有放弃我，而是让我看到了事情背后的真相。可你只能一个人承受这些。殿下，谢谢你对我说这些话，让我觉得来这世上一遭，好像没那么难过。你罪不至死，但是婉儿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是，如果能够从头来过，那该有多好。是，我经常会怀念在慕然轩的日子。那个时候，你还不知道我是精灵王，我也不知道你是陆远的妹妹。每次相见，都是那么交心，以情结语，长谈人生。如果不是因为彼此的身份，或许我们会在一起的。殿下，婉儿知道自己犯了大错，
知晚矣。我只想再见一下许哥，是我对不起他。这封信是我们在王冕府里找到他的时候，在他身边放着的。从今以往，各自青天，勿复相见，再无相念。精灵王，陆晚该出发了。殿下保重。或许他会问，婉儿，我会等你的。娘，离哥，娘，康儿，我还带了一个人。谁呀？四哥，夫人，精灵王，我知道梅启和沈峰马上就要大婚，所以今日特意送来贺礼，让精灵王费心了。多谢精灵王。郑叔，哎，快去准备饭吧。是夫人。请吧。夫人，可以开饭了。来，你坐娘身边。精灵王，快请坐。哎，你们大家快尝尝，这只鸡可是我们盘古的宝物呢。宝物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跑得比你还快啊！他跑得比我快。好，虽然他跑得比我快，可是我追上你了呀。卡尔，最近怎么样？中午还忙吗？忙，但是再忙，也想吃一顿家里的饭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跟娘抱怨，说我做的饭不好吃了？我哪儿敢呢？我们家侠女的手艺啊，你们有机会一定要尝一尝，让你们永生难忘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没说不好吃啊。你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好了好了，吃饭吧。来，精灵王，多吃一点。多谢夫人。夫人，您以后就叫我轩儿吧。好啊，轩儿，你是康儿的弟弟，所以在我心里啊，就跟儿子一样亲近。以后啊，多回家坐坐，一起吃个饭。好。来吃吧，康儿，吃，都吃吧。四哥，谢谢你。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吃饭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，你想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，和家人在一起的愉悦还有美好，所以，我很开心能成为家里的一员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好，来，好，为家人的团聚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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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宝、小新，你们今日就正式结为夫妻了。往后的日子，你们要相互扶持，恩爱永久。愿你们白头到老，早生贵子。小新，可以把团扇接下来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大喜的日子，哭什么呀？姐姐，我和三宝都是没爹没娘的孩子，我们能遇到你和殿下，是我们的福气。我和三宝能有今天，都是靠着姐姐和殿下的照顾。姐姐，你在我心里就是我的亲姐姐呀！好了，不哭。我不想跟你分开，我舍不得你。傻丫头，不许再说这种傻话了啊！我打小就是孤儿，跟随着殿下进府读书，要不我也无法做王府里的参军，更别说有幸遇到小新了。丽妃，殿下，你们是我俩最大的恩人和贵人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起来吧。来，先起来。我们以后啊，就是一家人了。家人之间就是要相互扶持，要相爱。以后再也不许说这么见外的话了啊！对了，我与殿下还为你们俩的新婚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同心玉佩，望你们两个永结同心，恩恩爱爱，幸福一辈子。谢谢姐姐，谢谢丽妃，谢谢殿下，真好看。三宝、小新，本来你们二人是要一结金兰的，没想到这金兰没结成，倒结成夫妇了。大哥真为你高兴。三宝，以后好好对人家。那当然了。放心吧。过去吧。小新姐姐，我们有礼物送给你啊！这是什么呀？哇，你们这是画的什么呀？画的是哥哥和姐姐在梅花树下幸福的生活着。谢谢你们，我很喜欢。送给你，谢谢。画的真好。曹参军和小新大婚，孩子们一直想表达一份心意，于是我们就一起完成了这幅画。孩子们真是天真可爱，多亏了王妃，将这些战后遗留的孤儿接到了府里，还亲自教他们读书和丹青笔墨。王妃此举会让民间的百姓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教导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我大宋一定会迎来一片文化盛景。王妃，谢谢你。殿下过奖了。我是真心想照顾这群可爱的孩子们，看到他们烂漫的笑颜，就是对我最大的鼓舞。殿下，吉时已到，二位新人该入洞房了。去吧，二位新人，请吧。婚成礼毕，送入洞房。小心点。可以啦。你笑什么？我觉得现在的日子
真好。你看，三宝和小新已经喜结连理，还有风儿和梅启，也马上快要成亲了。王妃，她也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，身边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归宿。当然，还有我们。我们如何？我们终于可以平静地享受一下生活了，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打打杀杀、无休止的斗争。我在想，我们之前经历的所有磨难，是不是就是为了此刻像这样自由自在地沐浴阳光，尽情地陶醉于花香之间？是啊，还不止这些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我们还要生儿育女，还要一起将他们抚养成人，跟他们一起种梨树，一年又一年，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再也种不动了，就在梨花树下相拥，一起听风看云。好，一起听风看云。那我们就一起把这些种子撒上吧。殿下，殿下，何事啊？宫内来了密旨，曹参军让您回去一趟。宫内最近没有什么要紧之事啊，怎会突然传来密旨？世事难料，万一真有什么急事呢？快去看看吧。那我去就回，你等我啊。哎，种子还在你手里呢。没事，我就先拿着吧，反正马上回来。殿下，殿下，送旨的中人说皇上要加封黎妃，你快看看。黎妃受封，这可是大喜事啊！彭城王为一朝监正，朝之威严威信不可动摇。然黎妃身为朱雀盟一员，恐引朝中非议而让四弟无法自处，望3日之内处决之。殿下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，此事万不可告诉黎妃。好。泪如下手无边际，痛到风花雪月与你，用尽这一生的眼泪换不起耳语，待天开运气再来及。此刻各司切切操心志，爱抚到笔尖。